在我眼前的就是 ROG 最新推出的 AMD 平台电竞桌机 ROG GN700。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我们开箱过很多 DIY 桌机，像是每年年初固定更新的电脑组装攻略，也曾经组过10多万的 ROG 信仰全家桶。但时不时还是会有人来问品牌桌机，也就是整套组好的套装机，到底值不值得买？那对于有 DIY 能力的各位朋友来说，肯定多少觉得，既然都要买桌机了，自己组不是更划算吗？但另一方面，套装机最大的重点就是2个字：方便。原厂已经帮你整套配好，不会发生你买错型号、线材差错、说明书看不懂等等问题。那最麻烦的就是帮亲戚朋友组电脑，结果最后公亲变世主，弄不好还被嫌东嫌西的，直接变身全职售后。那还是那句话 ，CP 值是建立在懂的前提之上。如果连重灌都有问题，那还是乖乖让专业的帮你解决就好，不用想东想西。那套装机对使用者来说，只要等到货后拆开来插上插头就能直接用，超级毫无难度。而且就算主机出问题，你也不用自己想办法找到问题出在哪个零件上，直接一通电话就能搞定。那以 ROG GN700 来说 ，ROG 直接给了3年保固，第1年甚至是直接到府维修。接下来也都可以随时打客服，直接派车到府收送。品牌机有问题还是比较省心的。反正品牌机存在的意义很简单，就是对于需要桌机但又不太熟悉电脑零件的朋友，还是最方便的选择。对了，这台 GN700 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ROG 大量采用了通用零件，未来扩充性上也会更加省心。那既然久违的要来开套装机，肯定要开特别的。在我桌上呢，就是 ROG 最新推出的 GN700。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GN700 整个系列都是 AMD 的 CPU 平台。那如果你是创作需求需要 Intel 平台 ，ROG 也有 G700 整个系列可以选择。那不仅如此，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ROG 提供了超级多种规格选择。首先，如果你是要买就要买到整套顶规的朋友，这次在 GN700 上 ，ROG 也直接开了极其豪华的顶级游戏 CPU AMD Ryzen 9 9950X3D， 再加上一整张市售版同规的梦幻一品。ROG Astro RTX 5090，也有目前玩家非常爱的 Ryzen 7 9800X3D 加 ASUS Prime RTX 5080的高阶组合，玩家可以依照自身需求选购。那顶规的产品我们开超多了嘛，所以我们这次要开最特别的，就是 ROG 这次居然开了品牌机非常少见的全 AMD 套组。我们手上的版本用的是中高阶定位的 Ryzen 7 8700F 处理器。搭配上近期非常热门的 AMD 甜品卡 AMD Radeon RX 9070 XT 的组合。这整个系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ROG GN700 虽然是套装机，但整个系列的主机板、显卡大多给的都是通用的市售版本，跟过往品牌机大多喜欢搞特规定制的思路不太一样。虽然说少了定制的尊荣感，但以务实来说，其实给了后期要做任何调整很大的操作弹性。通用的主板，好拆的机壳。市售版显卡，如果以后自己想要扩充或是更换零件也都没有问题。那究竟 GN700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ROG GN700 的前面板用上了整片透明玻璃，搭配上 ROG 经典的斜切元素，以及右上角大大的 ROG logo， 底部也标上 ROG G7 的专属代号。如果这样还看不出来是 ROG 的桌机，那真的是没关系，进度条往前拉，我会再介绍一次。正面的3个机壳风扇都配有 Aura Sync RGB 灯效，前面的玻璃面板有分离设计，只要稍微用力扳开，然后压一下这里的卡扣，就可以把前置滤网取下清灰。再来，我们转到透面 ，ROG GN700 这次采用的是主流的侧透设计，而非最近流行的海景房。不过在开机之后，依旧可以舒服的看到机壳内部的 RGB 风扇，右侧的 ROG 客制化灯板，以及底部的 RGB 饰板。在冷头上有一颗漂亮的 ROG RGB logo， 整体的电竞感依旧是不错的，并且身为 ROG 推出的桌机，在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 Armor Crate 当中随喜好调整整机的 RGB 设定。唯一小可惜的是，底部 Power 饰板的 RGB 偏右，用彩虹灯效时右边会比较亮。所以我自己试了几个模式后，还是觉得单色的效果会更好看。而在维护性上，除了前面有介绍过前面板的防尘滤网，顶部也有磁吸式的防尘滤网，底部滤网则是用抽的就可以拆出来清理。而在机身配置上，电源键在机身顶部，前面板配有音讯接孔以及2个5 Gbps 的 USB-A 接孔。
而在后侧的主 I/O 接孔上，GN700其实配的就是 B650 系列的 ASUS Prime 主板，所以总共有7个 USB-A， 其中1个是 3.2 Gen 2， 另外2个是 3.2 Gen 1， 还有4个 USB 2.0 接孔，还有1个 3.2 Gen 2的 C 孔。那该有的 RJ45 网路孔、音讯接孔也都没有缺席。那要记得把盒装内随附的 WiFi 6天线装上。对了 ，ROG 也很贴心的直接把主板上面的 HDMI 接孔贴起来，因为前面就有说过，这是一颗带 F 没有内显的处理器。那对于新手来说，最好的设计的确都是贴起来。那如果自己有换 CPU 的话，一样是可以撕掉贴纸后使用的哦。接下来我们就把侧头拆下来看内部。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ROG 很贴心的做了免工具拆装的设计，只要转动侧透旁边的一颗螺丝，然后在凹槽处轻轻一抠，就可以把侧透拆下来了。拆下来后，我还是快速带大家来看主要规格。主板上采用的是 ROG Prime 系列的 AX6 Mark II 主板，我们手上搭配的是 AMD Ryzen 7 8700F 处理器，那最高也有 Ryzen 9 9950X3D 顶级处理器可选。散热上采用的是 ROG 的240一体式水冷，顶部的240冷排搭配的是 RGB 风扇。而在机体部分 ，GN700 的主板总共有4个插槽，而我们手上的版本搭配的是10全的 T-Force 2条16+16，总共32GB 的双通道 DDR5 4800 MT/s 机体。那追求释放的朋友，也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狂按 Delete 进到 BIOS， 手动打开 Expo， 就能进一步解放到6000 MHz。储存空间部分搭配的是 ADATA 的 1TB M.2 2280 NVMe PCIe 4.0 SSD， 采用单面颗粒设计。那 ROG 没有盖上主板散热片，而是保留 SSD 本身的薄型散热片，实测循序读写分别达到6001以及5400 MB/s。有扩充需求的朋友，主板的右下位置还有一条 Gen 4的 M.2 插槽可以自行扩充。接着就是游戏最重要的显示卡。ROG GN700 有 AMD 也有 NVIDIA 显卡选择 ，AMD 阵营最高可选 Radeon RX 9070 XT， 而 NVIDIA 这边则是最高提供 RTX 5090显卡选择。那我们今天测试的 GN700 则是搭载了一张 ASUS Prime 系列的 RX 9070 XT 显卡。最酷的地方是 GN700 的机壳有专属的显卡固定架，完全不用担心太重的下垂问题。那这张卡本身也提供了1个 HDMI 以及3个 DP 接孔，可以自由应用。而在机壳风道上 ，GN700 采用了主流的3个前置进风扇，1个向后排气扇，总共4风扇的前进后出设计。那4颗风扇也都是 RGB 灯扇。建议大家在第一次开机之后，可以到 Armoury Crate 当中的 Fan Expert 进行风扇校正，这样就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的4个风扇档位，快速调整整机的散热设定。那身为 ROG 的亲儿子，进来系统之后，也记得要先透过 Armoury Crate 把驱动和系统都更新到最新版本。透过这个新的 ASUS Driver Hub 更新蛮方便的，但记得安装需要的驱动就好，下面的附加软体就看个人，需要的再装就好。整体看下来，我觉得整体氛围该有的都有，一颗免工具螺丝就可以快拆的设计也符合新手。如果硬要说细节的话，就是这个 Power 的线材居然夹杂着其他颜色，如果是全黑，明显会更加舒服。随后盒装内有随附基本的键滑套组。好，整个外观看完，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真正的重点——效能测试。首先看到 CPU 部分，帮你手上的 ROG GN700 采用的是 AMD Ryzen 7 8700F， 由台积电4奈米所打造，采用 Zen 4架构，拥有8核16序的规模，最大超频5 GHz。这颗处理器会是中阶定位，应该也是考量到搭配的是中高阶定位的显卡和整机下来的售价所做出的选择。不过我觉得这次 A 卡没有 9800X3D 的版本可选，会是小小缺憾的地方。首先来跑个 Cinebench R3 Ryzen 7 8700F 在单核中拿下1774分，对标 Intel 大概是14代入门选择 i5 14400，以2025来看又是中阶表现，多核17948分，这个表现接近大家很熟悉很经典的 i5 12600K， 所以 CPU 大概就是游戏够用的程度。那如果你有更高的 CPU 需求，例如偶尔需要兼顾工作软体，那往上看 9700X 9800X3D 单核就会来到2025新处理器的水准。而在 GPU 上，这台搭载的是近期玩家非常喜欢的 AMD Radeon RX 9070 XT， 采用台积电4奈米打造，用上 RDNA 4架构。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甜品卡的价位带拥有 GDDR6 16GB 的 VRAM， 不用怕爆 VRAM 的问题。
不过因为 A 卡的成功逆袭，有一半的原因还是建立在 CP 值之上。但是我在做影片的此时此刻，GN700这台 RX 9070的价格还没出来，所以大家在跟 N 卡做选择的时候，还是记得依照自己的预算、使用需求和 CP 值去选择。那这张卡的理论效能，我相信大家看很多了，我都简单跑一下 Sandisk TimeSpy 就好。片尾也会提供完整数据给大家参考。在 Sandisk TimeSpy 当中 ，RX 9070 XT 在纯显卡分数中拿下29061分，在同样搭配 R7 8700F 的前提下，这个表现略高于 RTX 4070 Ti Super， 也跟 RTX 5070 Ti 来到同一个级距。不过，如果光追需求对你来说很必要，那目前还是以 N 卡为优。不过以目前 RX 9070 XT 跑出来的表现来说，16GB 的 VRAM 还是非常香啊！放到市场上一票显卡选择，完全可以理解 AMD 当初想推这张卡想要表现的态度。不过目前的测试平台上，或多或少略受限于 8700F 的完整发挥，大概会是90%到95%的表现。但对只是玩主流 3A 欣赏画面表现的朋友来说，也是完全够用了。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跑跑目前主流3A 的游戏实测。首先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既然都是 2K 神卡，想冲击 4K 的定位，我们今天就直接实测 2K 和 4K 两种解析度。首先来看2077在 2K 极高画质，不开光追、不开 FSR 之下，就能轻松来到 123.84 FPS， 极顺，完全可玩。RX 9070 XT 真的不是盖的，但在开启光追之下，就只能来到 51.4 FPS。那这时候就建议至少开启 FSR 辅助稳阵。开启 FSR 之后，在 2K 极高画质、极高光追之下，就可以来到 112.3 FPS 的顺跑表现。而在 4K 之下，如果你还想要开光追，那肯定就需要搭配 FSR 了。在 4K 极高画质加极高光追之下，没有开启 FSR， 9070 XT 的平均帧数 25.1 FPS。打开 FSR 之后，就能达到非常可玩的 70.6 FPS。接着我们来测 Forza 5，那地平线对9070 XT 来说可以说是毫无压力。我们直接上 4K 极端画质，再把光追开到极高，连 FSR 都不用开，平均都可以达到128 FPS， 完全没有压力。接着再来测一款热门游戏《魔物猎人荒野》，我们直接测 2K 极高画质，在不开 FSR 之下，都能轻松达到 93.4 FPS。即使把光追打开，选择 2K 极高画质加高光追，不开 FSR 也能达到 85.3 FPS 的表现，所以 2K 之下完全征服。我们继续往上，来到 4K 极高画质加高光追，在不开 FSR 之下，其实也就能达到平均53 FPS， 接近顺跑的表现。进一步开启 FSR 之后，就可以来到平均 79.2 FPS， 当个猎人也是毫无压力。最后来测 loading 非常重的黑神话悟空，在黑悟空当中，基本上就直接开 FSR 了。我们先来测 2K 影视级画质，在打开 FSR 之下，实测稳稳来到平均71 FPS， 稳定顺跑。但如果再开启光追的话，就会剩下34 FPS。这种高负载光追对 AMD 来说的确还是有点挑战。那既然 2K 都有点难度，那 4K 高光追就算是开 FSR 也是不用想了。所以如果是不开光追的前提下， 4K 影视级画质搭配上 FSR， 实测还是可以来到平均62 FPS， 来到顺跑表现。好，游戏测到这边。整体来说 ，RX 9070 XT 在目前主流 3A 当中 ，2K 极高画质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地平线 4K 完全开满也是完全征服。2077魔物猎人都是在 FSR 加持之下，可以摸摸 4K 画质跟光追全开。但在 loading 超级重的黑悟空当中，如果要往上摸，那 FSR 肯定就要开。尤其黑悟空的光追，即使在 RX 9070 XT 上，要摸到还是有一段距离。对了，这节的影音剪辑我就不测了。有影片输出需求，其实现阶段还是建议选 i+N 的 G700， 剪辑软体本身就已经庞大到非常不稳定。那各家的最佳化肯定还是会先以 i+N 优先，因为像是 Intel 在 Adobe 全家桶有专属的加速 ，NV 的 CUDA 在专业端根本是鬼神两个优势。所以我的良心建议是，如果你是游戏需求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 AMD 版本绝对是更适合的选择。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 ROG GN700有3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第一，大量采用通用零组件，跟过往套装机的定制思路不同，算是在方便和后期扩充上取得平衡的做法。第二，身为 ROG 自家软体，所有灯效、风扇控制自然都可以在 Armoury Crate 上面完成，不用第三方组合。第三，规格选择完整，
不管是 Intel 平台的 G700，还是这次 AMD 平台的 GN700，ROG 顶到 R99950X3D 加 RTX 5090，一直到大家喜欢的 R7 9800X3D 的各种组合。从传统套装机思路来看，这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觉得不管从 DIY 的角度来看，还是过往的品牌机来看，GN700的这个系列真的是让品牌机这个产品线有更靠向玩家一点点。尤其套上1年到付维修、3年保固，还没有过往品牌机非常夸张的溢价，我觉得也是这系列有可能成功的原因。甚至我觉得可以以这个思路，未来像是板子可以更高阶，然后记忆体预设选择更客制化，然后 SSD 的散热留好，显卡的 power 线帮你留好，然后机壳的设计更流行，甚至直接塞萤幕之类的，搭配上 Armoury Crate 有更多独家玩法，我觉得我会很愿意，因为方便度直接选择这个系列。就像是 ROG 推出了客制化高阶组装服务，我觉得也能扭转大家对品牌机除了方便，整机售后的既定印象。好，扯远了，说回来 ，GN700 真的是非常特别啊，开了全 AMD 的选择。那测下来 ，RX 9070 XT 的确是没有让人失望，完全可以满足主流解析度的3A 大作需求，那也是非常适合想要方便买来开机就可以开玩的游戏玩家们选择。配好的 RGB 灯效，信有加成也有。一颗快拆侧头的设计，对新手来说的确方便。那未来的扩充、升级性也都有保留。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的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